好消息说，这个 QO 超越 X 的 BO 厂呢又出新品了，而新品并不是贝塔火花装甲，而是这个希伯利特星人。超越 X 可以理解嘛，毕竟是很贵，这个呢难道是因为很新吗？我们就当场子赌对了，毕竟它出货之后也没有破发嘛。可以看到，比起普通的 HF 盒子是高了一点，一样宽，然后是厚了很多。BO 厂的包装还是挺稳的，至少它该抹去的 logo 都抹去了。不过开盒的方式呢是改成了从上面，而并不是从侧面开盒。货刚开盒，左小腿和尾巴就掉了。万代为什么非要坚持把非奥特曼都要设计成球形关节呢？又松可动又差，而且还容易掉件。尾巴这一节球形关节太短了，你需要把它怼进去之后，等它回弹才能够松手，不然的话还是会一碰就掉。本身尾巴和鼻子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安装的，而且鼻子给了2个选择，我选了这个弯的吧，看着更自然一些。和 X 一样，它给了一张防尘膜。然后我们来撕掉之后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看过万代评测的都知道，前面的问题万代也有，而且呢还站不稳。这次 QO 键能够站稳，我还寻思 HF 没有支架连接动来着，现在是反应过来了，我这是中奖了，少了一块背鳍分件。在少这么大一块背鳍的前提下呢，它的重量有121克。昭和的皮套都是做的很粗糙嘛 ，KO 放到万代之后会更加的粗糙，而且它没有局部明显的顺膜嘛，所以说整体效果呢看不出来大毛病。细节方面，它仅有的透明件呢就是2颗眼睛，可以看到上面有隐隐做出来的瞳孔，各处的小细节都能感觉得出来，左右呢并不是对称的。不同角度看可能会觉得有压迫感，也有可能觉得是呆。眼睛的透明件效果倒是做的还可以，头雕的分色主要是靠分镜来实现的，就是腮帮子两侧的绿色呢是用的涂装，可以看到我的右脸呢是有点绿色一漆了，然后它的脖子像是缠了一圈大长的效果，然后上半身呢像是穿了一个绿色的开衫，最后的细节呢并不是一样的，可以看到左肩胛的疙瘩是更大一些，而且呢我的还没有涂够，露出来绿色的底色，这是你们要的昭和做旧效果吗？然后躯干部分呢，感觉像是内脏外露呀，中间那个肚脐呢，应该是一个发光的效果，万代做成了普通的红色涂装 ，Q 呢也是照搬过来了。四肢部分主要是以分件来还原的绿红分色。说真的，谁不喜欢红配绿呢？就是有一些红色的活儿呢，是给到了分色涂装。我背后缺的分件应该是个红色的，和上面的背鳍以及尾巴相互过渡的一个尖刺状的背鳍，因为它身上没有明显的局部顺膜嘛，所以说整体的观感效果还可以。就是它这一个右胯上的仿穿帮呢，是咬合的不紧，容易往下耷拉，这样的话就会闪出来一条缝隙，给它筛点线位能够贴合之后呢，就没啥大毛病了。身高方面呢，一个 HF 的赛罗来对比一下是差不多高的。可动方面，低头、抬头还有转动幅度呢都是比较小的，头上的触角是可以转动的。肩膀的让位很小，所以说肩膀的可动幅度是比较小的。胳膊或者说全身呢都是球形关节，而且呢胳膊还没有做出来让位，所以说呢可动幅度是很小很小的。躯干前倾后仰的幅度也很小，转动的话倒是没问题。胯部侧踢的幅度只有45度左右，然后前踢后踢的时候注意这一个防穿帮的避让，前踢的话可以达到70度，后踢的话也是差不多的幅度。腿部套了仿穿帮分件，而且还做出了让位，所以说可动幅度要比胳膊强了很多。脚部就是一个红色的分件，没有脚尖可动。它的鼻子是2节球形关节可动，尾巴呢是3节，不过底下那2节小的呢可动比较小，上面的那一节是很大，那2节小的几乎是只能够平转。一圈码下来之后，你问它手感的话，它就浑身软胶再加上没有可动的球形关节嘛，所以说呢能有啥手感的。毛病的话，左膝盖活动太大的话会脱出，尾巴的根部呢也容易脱出，然后就是整个下半身的关节手感都挺重的，其他地方还能接受。配件方面虽然是一个直挺鼻子，挺完键嘛，我不太喜欢用，因为有点像电钻，但是看颜色的话又有点像胡萝卜。然后是一个艾斯奥特曼的小人，Q 就发动了他的概念技能，主体或许做的不咋地，但是配件呢是没问题的，即便它也是一个人形的，造型是抽象了点，但是剧里面真长这样呀，可以看到它的刻线呢挺清楚的，就是我上面有点红色的衬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感觉它这个头虽然说小，但是比很多的 Q 奥特曼的头雕要看不清楚的很多，刻线的清晰程度也是。替换手型只有一个左手的握持手，不过这个造型只能够用来握持 S 玩偶。修复的话浑身都是一样的球形关节，只拿一个示范就行了，就是抹一点胶水，抹完之后立马按回去，然后不停的活动8分钟以上，让胶水干掉，这样的话容易脱出的关节就不会掉了，而且松的话会变紧实很多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国产 Q HF 希伯利特星人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外形嘛还说得过去，就是因为万代设计就不好嘛， Q 翻不过来就会更不好。哦对了，如果说和我一样的后背情况，记得去补件。